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敖瑞鹏渴望与白鹿再次合作，粉丝热情构思角色设定。近日，敖瑞鹏在微博上大方且诚挚地表达了自己内心深处对于能够与白鹿再次携手合作的强烈渴望。他尤其满怀憧憬地提到，期望能在一部都市剧中与白鹿分别饰演领导和下属的角色。这样独特的角色设定，无疑让众多粉丝充满了期待和想象。在某次接受媒体采访的过程中，敖瑞鹏详细地谈及了他与白鹿的合作经历。他着重指出，《白月泛星》是他和白鹿的首次合作作品。在这部作品的合作过程中，两人之间碰撞出了极为绚烂和出色的化学反应。那种默契与和谐，不仅仅体现在精彩的对手戏中，更渗透在每一个细微的交流和互动里。敖瑞鹏坚信，凭借着他们在首次合作中所展现出的高度默契和出色表现，这样完美的组合若投身于都市剧的舞台，必定也能够绽放出耀眼的光芒，为观众带来令人难忘的精彩演绎。此外，敖瑞鹏还坦率地表示，对于自己被广大粉丝和观众亲切地称为2025年的第一老公这一赞誉，他感到无比的开心和荣幸。这一称呼不仅仅是对他个人魅力的认可，更是对他在演艺道路上所付出努力的一种肯定和鼓励。同时，他也怀着满心的期待，真诚地盼望在未来的演艺生涯中，能够拥有更多与白鹿合作的宝贵机会，继续为观众奉献更多精彩绝伦的作品。众多关注他们的人们纷纷发表看法，一致认为《白月泛星》这部作品已经以其强大的说服力，有力且鲜明地证明了两人之间拥有着绝佳的 CP 感。这种 CP 感不仅仅是外表上的般配，更是在表演风格、情感传递以及角色诠释等多个层面上的高度契合。也正因为如此，广大观众和粉丝们满怀热情地期待着能够在更多不同类型的作品中看到他们再度携手搭档，共同创造更多令人陶醉和难以忘怀的精彩瞬间。一些极度热情和投入的粉丝，甚至已经迫不及待地发挥自己丰富的想象力，开始积极主动地为两人在都市剧中的角色设定进行构思和设想。他们精心构思着充满戏剧性和张力的情节，比如领导与下属之间可能发生的种种有趣、感人或是充满挑战的故事桥段。这些粉丝们的热情举动，充分展现了他们对敖瑞鹏和白鹿再次合作的极度渴望和热切期盼。2. 敖瑞鹏专访，揭秘极域妖王称号，与白鹿搭档现代剧引期待。敖瑞鹏在剧中扮演上古界4大真神之一的妖神梵月，被誉为极域妖王。敖瑞鹏在现实生活中对极域妖王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造，从而吸引了公众的关注。敖瑞鹏在网络上展现出一种抽象的风采，而在现实生活中，他却表现得非常真诚。他对于观众的夸奖，谦虚地表示要感谢导演，认为导演将自己塑造得很有魅力。观众们的感情是真实的，我认为关键在于保持真诚。他毫不避讳所谓的黑历史，他乐于分享，不论是日薪150元的兼职经历，还是品尝汉堡及踏入娱乐圈的传奇故事。当考古的潮流席卷而来，他心中所想不过是，这一切都是我的一部分。对话敖瑞鹏将 CP 营业视为一种剧集宣传手段。搜狐娱乐体验古装仙侠剧后，有哪些方面让您对演员这一职业有了新的认识或感悟？敖瑞鹏，对于我来说，拍戏确实是一个全新的行业体验。无论是吊威亚，还是各种感情戏和打戏，这些对我来说都是全新的尝试，非常新鲜。搜狐娱乐，大家都认为你的武打戏份精彩，而且那个法器的描述也有点不同。敖瑞鹏，那个链子
展荒练。我觉得打起来很帅气，抡起拳头的样子也很威风。有时我们的武术指导会向我透露关于后续特效的具体制作方法，然后脑海中便会浮现出那个特效，我展现出相应的形态。小时候看动画片时，总会幻想自己也能拥有那样的能力。搜狐娱乐，大家都说你在管理微表情方面做得很好。那么，在你演绎某个角色之前，有对再来这个微表情进行过特别的设计吗？敖瑞鹏，没有设计，就是那时突然有了感觉，便有意营造出一种挑衅的氛围。搜狐娱乐，接下来进行一场对决，敖瑞鹏与范月展开竞争。首先，我们来讨论一下谁更爱吃醋。敖瑞鹏，在剧中，范月角色常常表现出吃醋的情绪，观众们都能明显感受到这一点。搜狐娱乐，您是否容易吃醋？敖瑞鹏，我本人还好吧。搜狐娱乐，提到吃兄弟的醋，比如看到自己最要好的兄弟和别人相处融洽的情形。敖瑞鹏，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所以这也算是个不错的平衡吧。他与人相处融洽，例如我提到某某某今晚或下午愿意陪我一起玩耍，然后他婉拒了，表示自己需要去陪伴其他的好朋友。我不会产生自己不如他人的想法，也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别人自然会有自己的想法，总不能总是期望他们随时随地都配合我。搜狐娱乐，那么究竟是谁更具有保护欲呢？敖瑞鹏表示，保护他人无疑是范月的责任，因为在目前看来，他的能力似乎已经不及范月。搜狐娱乐，这是否意味着您希望得到他人的保护呢？敖瑞鹏，也不算是。搜狐娱乐，那第三个，谁更性感？敖瑞鹏表示，这一点毋庸置疑，肯定是范月设计的。无论是颈带的款式，还是妆造风格，亦或是深 V 领的开领设计，都十分明显地体现了范月的设计风格。整体来看，这些设计都显得相对保守。搜狐娱乐，外界称你为极欲妖王，这里的妖指的是妖身的妖。对于这样的评价，你有什么感想？敖瑞鹏，这算是对我的肯定吧。确实，我对此并不会有过激的反应。真的还好，真的还好。搜狐娱乐，大家常说你的肩膀很宽，甚至有比喻说从左肩到右肩可以坐火车。敖瑞鹏，也还，我又想说还好。搜狐娱乐报道，能否请贵方支付我们的车票费用？敖瑞鹏，什么意思？搜狐娱乐，这指的是一种特殊的体验，即从你的左肩开始，一直延伸到右肩的旅程，需要乘坐火车来完成。敖瑞鹏，因此宽度是这样，长度也是这样。搜狐娱乐，是的，需要支付车票费用吗？敖瑞鹏，要。搜狐娱乐，刚才提到范月展现出了性感的一面，还有一段镜头是你躺在那里，那是你的七星燃魂印发作的瞬间。你有没有查看过网友们的评论呢？敖瑞鹏，我看到了，关于他们的评论细节，我就不一一列举了。搜狐娱乐，那我说一下吧。敖瑞鹏，好，你说。搜狐娱乐报道，他们不管内容是正面还是负面，都将其剪辑成带有争议性的内容。敖瑞鹏，是，我看到你讲的，我只能表达对朱导的感激之情，他把我拍得非常有魅力。我觉得自己有些偏瘦，那天确实有些担心，拍摄出来的照片会不会显得过于单薄，不够美观。似乎是在临场或前一天，我进行了一些俯卧撑，只是稍微撑了一下，然后那段时间似乎一直在练习，持续了一段时间。后来公司不允许我再进行练习，理由是锻炼会导致斜方肌增大，从而让人看起来更加魁梧，整体显得较为壮硕。然后我表示，
别再练习了。我反复说不要练习了。然而，在拍摄那场戏之前，我还是简单的做了一些练习。搜狐娱乐，你认为自己是常在白鹿笑点上的男人吗？敖瑞鹏，是的，因为在团队中与他相处时，他总是面带笑容。我就曾在其他采访中提到过，我分享一些觉得好笑的事情给他听，他同样会感到开心，我们的笑点颇为相似。搜狐娱乐，你觉得你们俩谁的幽默感更强呢？敖瑞鹏，他的某些观点确实较为抽象，与我们有所不同。搜狐娱乐，你们之间会互相分享表情包吗？敖瑞鹏，我偶尔会保存一些有趣的表情包。搜狐娱乐，他的是吗？敖瑞鹏，这是我自己的，随后转发给他，大家互相保存对方的联系方式。搜狐娱乐，艺人时常会遭遇考古现象，若这样的风潮降临到您身上，您会感到恐惧吗？敖瑞鹏，我未曾深入思考过考古的具体程度，对于能考古到何种细致程度，我也缺乏相关经验。不过，无论如何，这毕竟是我的一部分，是我个人的一部分。搜狐娱乐，在众多搜集到的信息中，您如何确认以下信息？首先是关于敖瑞鹏的就业经历，他的工作领域非常广泛，涵盖了美术老师、婚礼策划以及电视销售等多个行业。敖瑞鹏，这个无需辟谣，相关信息都已经存在，一切都在预料之中。搜狐娱乐，你真的卖过电视？敖瑞鹏，是的，之前做的是兼职工作，每天工资是150元。工作内容包括在店里销售和看管店铺，店里只有我一个人，还需要负责产品讲解。搜狐娱乐，敖瑞鹏仅通过品尝汉堡就踏入了娱乐圈。敖瑞鹏，回顾当时，那可以视为一个起点。我录制了一个视频，发布后不久，加上便联系了我。搜狐娱乐报道，敖瑞鹏于横店影视城加入了一支机车大队。敖瑞鹏，确实如此，我们有一个群，里面聚集了一群热爱骑行的人。比如今天放假，我想要去骑行，就会在群里发个消息，询问大家今天下午或晚上有没有人想去骑行，是否愿意一起。搜狐娱乐，请你查看一下，这是网络上大家讨论的，你打算澄清还是确认一下？敖瑞鹏，是，我也在里面。搜狐娱乐，旁边这些人都是正确的，对吗？敖瑞鹏，确实，在第2张照片中，我发现了自己的身影。搜狐娱乐，外界普遍认为您是2025年的第一老公，老公这一称号的更迭速度是否会让您感到焦虑？敖瑞鹏表示，他不会有患得患失的情绪，因为他的职业是演员，通过表演呈现出的角色如果受到观众喜爱，觉得好帅，这是我老公，我觉得这人真帅，他认为这本身就是对他的认可。搜狐娱乐，你担心该剧结束后，观众会转向其他剧集，称呼其他男主角为老公吗？敖瑞鹏，不介意。搜狐娱乐，那么关于您视频下的众多评论，您是否有回复的计划呢？敖瑞鹏，您的抽象视频中包含了许多。搜狐娱乐，读评论就可以了。敖瑞鹏，这确实是个问题。或许敖瑞鹏应该放下自己的偶像形象，给予回应吧。那么，我会尽力回答。尽量吧，尽量吧。搜狐娱乐，事实上，即使不想剪，也可以选择不剪。敖瑞鹏，那就不剪了。我的抱抱能否与露露2、3搭伴？我自然是希望未来能有更多与白老师合作的机会。搜狐娱乐，你知道抱抱是什么意思吗？敖瑞鹏，你能明确告诉我？我有些不确定，请你详细说明一下。搜狐娱乐，你说。敖瑞鹏，就是爸爸妈妈。搜狐娱乐，您是想询问我刚才所表达的意思吗？敖瑞鹏，
我本以为如此，但感觉有些难以启齿。搜狐娱乐，假如您有机会与白鹿老师合作，你们希望出演一部怎样的戏？你们各自会扮演哪种角色设定？敖瑞鹏，和他一起排练时，我们可以演些什么内容呢？搜狐娱乐，演个现代剧吧，咱们。敖瑞鹏，确实，我觉得现代剧更吸引人，可以尝试演一个公司里的同事角色。搜狐娱乐，你们在职场中是不是总是嬉笑打闹，不太专注于工作？敖瑞鹏提到，这或许可能，也可能是上下级的关系。搜狐娱乐，那谁是领导？敖瑞鹏，领导是谁？观察一下便知，他有意愿成为领导，那么他就有机会成为领导。搜狐娱乐，外界纷纷猜测你和白鹿组成了哥嫂 CP， 对此你怎么看这种哥嫂文学现象？敖瑞鹏，我看到过。搜狐娱乐，他评价你是那个不听话的哥哥，是唯一一个能被嫂子管束住的人。敖瑞鹏，我觉得挺合适的，他经常组织我那些不切实际的行为。搜狐娱乐，他制止得住吗？敖瑞鹏，制止得住，制止得住。搜狐娱乐，如今 CP 营业花样繁多，您对当前的 CP 营业有何看法？敖瑞鹏认为，这更像是一种戏剧宣传的手段，大家的心意都是真挚的，我希望能保持这份真诚，让我们的感情更加纯粹。我想笑便笑，想与他嬉戏便玩耍，想交谈便聊天，想开怀大笑便玩笑一番，生活便如此简单自然。搜狐娱乐，在川渝地区，您觉得哪句方言具有很高的价值呢？敖瑞鹏，宝贝。搜狐娱乐，请换一个不需要使用气泡音的宝贝。敖瑞鹏，我们那里确实是这么称呼的，就是叫宝贝儿，就是这样。搜狐娱乐，或许在川渝地区，这种说法并不被所有人认同。敖瑞鹏表示，他确信他们会承认这一点，他们一定是这样的。